再来，你们打掉了10员，为什麼不報告？真打掉了？司令員萬萬沒想到，手下的神槍手竟真的狙殺掉了華東日軍司令石原。可滑稽的是，如此巨大的戰果，在此之前他竟全然不知，只因神槍手順柳為了完成伏擊任務，卻親眼目睹了姐姐被鬼子玷污，最後投井自盡的慘狀。所以回來後，他性情大變，整日鬱鬱寡歡，沉默少言。最後還是從軍區大司令的嘴裡，才得知了石原已經被火化了的消息。這瞬間讓陳大雷驚喜不已。這二雷同志了不起啊！他一個人呢，在那個草崗上埋伏了3天2夜，一口飯沒吃，一口水沒喝。他硬是把石原給等來了，一槍擊斃。埋伏3天2夜，一槍擊斃石原。陳大雷的這聲誇讚裡，藏滿了對順柳的驕傲與自豪。要知道，在抗戰攻堅的艱難歲月裡，擊斃石原這種級別的敵酋，那可是天大的功勞啊！這既是順柳能力的證明，也是豪爽護犢子的陳大雷急於上報，為順柳邀功的關鍵原因。石原死囚了，太好了！大司令特別高興，說這個戰果太重要了，不光給二雷記功，還給咱們6分局記功，還要通報全軍區，消保延安。大司令的雙重記功，無疑是提振部隊士氣、彰顯6分區實力的大事。因此，陳大雷迫不及待地召開了表彰大會。但誰能料到，剛被評為戰鬥英雄、記大功一次的順柳，本該興奮，可他不僅滿臉不悅，甚至還一語驚人：我從現在起，我不叫陳二雷了，我叫順柳。順柳是我爹給我起的名字，我永遠都叫順柳，我至死都不會再改了。順柳的這句話讓全場沸騰的氣氛瞬間降到了冰點。可這名字的背後其實是順柳對姐姐的刻骨思念，因為他在部隊跟陳大雷稱兄道弟，所以才有了陳二雷這個名字。但當初探親時，姐姐就叮囑過他，改名無異於忘本啊！你是姐的兄弟，又不是他司令員的兄弟。再者說了，這名是爹給你起的，你到死都不能改。你給我改回順柳，聽見沒有啊？姐姐的話仿佛還在耳邊回響，可順柳身為軍人，卻保護不了自己至親的人，為此他陷入了無盡的自責與心痛之中。而堅持改回本名順柳，似乎成了他對姐姐最後的告慰。但這一幕也讓一旁的陳大雷看出了不對勁，可為了維護順柳戰鬥英雄的形象，只好趕緊打圓場。這名字好啊，朗朗上口，聲聲入耳。要不信你們跟我一起喊順柳，順柳。陳大雷用這種接地氣的喊話方式，既化解了尷尬，又透着他護犢子的帶兵風格，更讓戰士們感受到了集體的溫暖。可此刻，陳大雷心裡最惦記的是順柳藏在心底最深處的秘密。但不料面對他的追問關心，順柳明明淚流滿面，可卻嘴硬到底：沒事。你肯定有事兒，告訴我出什麼事兒了？沒事。順柳表面上反覆說着沒事兒，可實則復仇的火焰早已在心底燒得滾燙，而這也是他隱忍倔強的性格體現。他不願將內心對姐姐的思念與傷痛展露於人前，更藏着想硬扛一切獨自復仇的堅韌。但他這種狀態卻讓陳大雷細思極恐。能夠用這樣的目光平靜地看我的人，不久前也曾經出現過，那就是後崗戰鬥中的幾個班長。他們之所以能夠平靜地望着我，是因為他們早就下定了必死的決心。為了找到順柳的心結並解開，陳大雷還特意安排了豐盛的晚餐，就想在吃飯時無意間的去套順柳的話。可讓他意想不到的是，單純木訥的順柳雖入伍不到1年，可仿佛一夜間就長大了。不僅主動把最愛吃的肚包雞雞腿留給了陳大雷，而且還主動給他點煙。可關於伏擊時的慘痛經歷，他是一個字都不願多說。伏擊的時候沒發生什麼事吧？真的沒出什麼事。順柳之所以對陳大雷隻字不提，因為他怕陳大雷知道姐姐的事後阻止他復仇，更怕自己的復仇行動牽連整個6分區，而自己一個人去完成這件事，對其他人的影響也會降到最低。於是當晚他趁着戰士們熟睡之後，就帶着他那杆狙擊槍離開了部隊。但此刻沒人知道，這個剛被評為戰鬥英雄的神槍手已經踏上了一條被仇恨裹挾的復仇不歸路。司令員，我走了，我會永遠想你。那麼接下來又會發生哪些故事呢？關注阿莎，我們下集接着嘮。